Hello， 大家好，跟着大师学水彩。新年伊始，一场大流感肆虐北美，也把我击倒了，我不得不卧床养病。好在我现在回来了。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位新锐画家的演示课程，他是菲律宾的小爱德华多·索拉纳，是一位年轻的水彩画大师。先让我们欣赏几幅他的作品，听听他自己对这几幅作品的介绍。我在2020年画了这幅画，那是疫情时代，有很多时间，我很仔细地画了这幅画。我在 Facebook 上找到这张照片，这是典型的菲律宾风格，像香蕉、椰子，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作品。它让我成为了 EMWA 的决赛选手，并且已经被收藏了。不幸的是，我自己不能拥有了。这是一幅非常好的画，一幅状态松弛的画，非常透明。是的，有时候水彩会给你一种不同的效果。这是我在洛杉矶时画的一幅画，一幅很快速完成的水彩画，轻快的水彩画。是的，用了很有限的调色板，4种颜色，我记得，很灵动，很有气氛。这是我最喜爱的作品之一，我很喜欢这个主题。我想这是石斑鱼。我喜欢这幅作品的原因是它体现了水彩画的特点，很透明。我太太很想留住它，但还是被收藏了。这是一艘遭受严重打击的船，在菲律宾的一场巨大的台风之后，太可怕了，船都被冲走了，报纸上报道了。这是张标志性的照片，最后这艘船还是被冲走了。我想留住这一刻的记忆，就找时间画了这幅画。有限的色彩，只有暖色，大地的颜色。我也很喜欢这幅菲律宾的典型场景，独特的当地的船只。我在北方旅行，在宿务，有很多渔村，我和家人也在那里度假，很不错的地方。我回到工作时找时间画了这幅画。我也喜欢这幅画，我喜欢尝试水粉。如果你注意到中间白色方形的东西，那是水粉。这幅画非常动感，有很多颜料飞溅，我很喜欢做这些尝试。听完画家的介绍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画家的演示课程。先来听听他对素描稿是怎么说的。我当时在丹麦拍了一张漂亮的照片，我画了这个快速的素描。对我来说，素描是很重要的。我需要确定2件事，哪里是最暗的部分，就像在这里，我画了一些阴影，然后哪里是亮的，高光在哪里，我把那里留出来，不要被刷到。我用的是 HB 的铅笔，只是一个很粗略的素描。我通常不会擦掉这些石墨，我喜欢这样。再来看看画家今天要使用的颜色，它们都是丹尼尔·史密斯的颜料，有星藤黄、帝王紫、群青、比洛猩红、玛雅橙，这2种都是橙红色，然后黄赭色、奎亚定酮焦橙、海底绿、中性灰和月夜蓝。绘画开始了。首先来做背景，我会用月夜蓝和中性灰来做，用这个平刷，先刷上一些水，确保纸张的湿润。有观众问问题，你今天用的是什么纸？我用的是宝红，这是一种冷压纸，16.1乘12.2英寸。你喜欢画板平放还是有倾斜角度？在工作时我通常是平放，户外写生就会有角度，但我常常平放来画，就像这一幅一样。很多画家都是从最浅的开始，你的流程是什么？从上到下，
从后到前，是那样吗？实际上你不得不从最浅色开始，这样才能叠加颜色上去。但在这里，我把颜料直接放上去，因为上面有水，形成一个水洗层。我只想看到颜色扩散开来，我可以控制好这一切。在画背景时，我通常只是确保完全是湿的，这是水洗技术。多放水，但我也完全清楚它之后是如何变干的。我在加入颜色时也会留一些空白。另外就是我不会完全参照对象，而是做一些自我的表达。就是说，爱德华多在做薄涂层时会直接在水彩纸上利用水来混合颜色，不拘泥于只用淡的颜色来开始。爱德华多在左侧直接放上奎亚定瞳胶层，一个响亮的颜色。你有参考的照片吗？是的，我有。这只是我素材的来源，我不会拷贝一切。在这个阶段，我最喜欢做的就像这样，加一点颜色进去，这会带来非常好的效果。我很喜欢现在这个状态，一切都很湿。然后我用这个笔刷画丙烯或者油画的笔刷，这样弹一些颜料上去，创造一些质感。我的大部分画都有这个，只是做一些飞溅。然后我会用这种细的笔刷来画一些细线，就像这样，只是为了增加一些画面的动感。因为纸仍然很湿，所以会与背景混合，而不会很显眼。我们关注的是船，是主体。确实，在这个阶段，爱德华多不停地加颜料、加水上去，做出一些变化。爱德华多继续在左面船体放入比洛猩红，一个很强烈的颜色，并且通过水分控制其明度的变化。画家开始加入更深的颜色，甚至直接使用了中性灰。刚才那是中性灰吗？是的，中性灰。我把它和月光蓝混合。我现在要换这艘船。我也很喜欢这个颜色，古蓝绿色，把它和群青绿松石混合。当我画画时，我很喜欢让颜色都互相混合，并因此而连接在一起。我刚刚看到蓝绿色渗入到另一艘船上，很漂亮。是的，如果你注意我的画，我的画大部分都是那样完成的。我通常不去控制一切，我只是让水、颜料去产生变化，奇迹就这么发生了。我只是想让颜色互相渗透并连接在一起，这就是水彩能做到的神奇的事情。你甚至不需要做完所有的事，让它去就行。它就在那儿，它已经是艘船了，很好。爱德华多又直接放入了一些深色，而且他运用颜色的方式没有太多的涂抹和按压，更多的是让颜色相互渗透和融合。我只是很小心，这里是冷色的，这些是暖色的，所以我会让它干一点，等一会儿再回来画它。不得不说，比罗猩红和古蓝绿色形成的色彩对比很强烈，也很漂亮，而且颜色的透明和清亮透出年轻活力和时尚感。你如何平衡你要做多少细节？
OK， 那很简单，就是我不想让主体太嘈杂。就比如我正在画这个轮子，我只要简化一点。有时候我们过分描绘对象，用了很多台词去描绘，实际上你需要提炼和简化，有些元素你是不需要的，不必真的一一复制。你工作的地方很潮湿吗？也没有十分潮湿，而且房间的空调还开着。从画面上看，纸张的状态确实很潮湿，这可能跟当地的天气有关。但我想，这是否跟纸张平放也有关系呢？爱德华多又做了一些飞剑，他确实挺喜欢这样做的。刚才我说，爱德华多的作品透着清亮与年轻的活力。现在我想说，这些纹理和质感又添加了些许内涵和分量，消解了轻浮和单纯。这些质感让画处于清晰和模糊之间，它可以决定让哪些变得更清晰，也可以决定不。这样的边缘处理正是绘画的美和吸引力的一部分，尤其是在水彩画中。是的，我认为这正是水在这一绘画形式中造就的。它不像丙烯或油画，你放上去什么样，它就是什么样了。但水彩是真的在流动，这才是我真正喜欢的。你可以用干刷把一切画得很清楚，但我的方法已经或多或少地抓住了这幅画的全貌。也许下一秒我就可以决定停止。初学者往往很怕往画上加水或加颜料，因为你在试图控制它、限制它。实际上你可以大胆地去做，因为它是水彩画，你只需要知道时机。所以我经常回去利用飞剑这种技术，放一些纹理进去，就像这样。Eduardo? Yeah. This is Carolyn. I just had a quick question. The last brush you used for the little teeny detail. 请问您刚才用的那支很细的笔是支什么笔？这个是来自 NIF 的6号笔，松鼠毛的。这不是把匕首刷，但是像匕首刷，可以说是针尖刷，是很有用的笔刷。我用它来画直线，很有用。爱德华多继续画了阴影和在阴影中的深色的细节。随着细节的添加，一些边界被进一步确定。从开始到现在，我们发现爱德华多并没有按部就班地从最浅色的薄涂层到中间明度，再到最暗这样一层层来做，而是不停地加入水和颜料，甚至直接用很深的颜色来让它们互相混合。亦或说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薄涂层，就像一幅铅笔淡彩。现在这幅画看起来有点像一切都只是一个薄涂层，松松的效果。在这个阶段，有的地方已经干了，有的则还是湿的。哪些地方要加入下一个颜色，一切都还没有被画死，还是会出现松散的颜色。这正是我真正喜欢的。我会添加更多小细节，在这个阶段。你一般需要多久画一幅画？我可以在不到1个小时完成这幅画。老实说，我可以随时决定停下来。仅从外观上说，如果一切都已经组合在一起了，可以说完成了。好了。
最后，我喜欢用这个白色，太白。这是水粉是吗？是的，是水粉。我用这个单独的调色板，小调色板，确保刷子是干净的。你可以在那些暗色的地方使用。然后我回到这把刷子，混合颜料，做一些飞溅。这就是我所做的，创造一种效果，一种令自己满意的东西。如果你满意了，高兴了，那你就可以说，我可以停下来了。总结爱德华多的演示：一，他更多的在水彩纸上混合颜色，让颜料与水充分的流动和碰撞，产生水彩画所特有的奇异的效果，透明、扩散、融合。二，并不遵循从浅到深层层推进的法则，甚至整幅画在只有一遍薄涂层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。一些画富有铅笔淡彩的清新亮丽的风格，甚至会强调轮廓线，与他早期的作品风格有较大的差异。三，大量的颜料飞溅、笔触和肌理效果，使得爱德华多的画兼有透明、色彩明亮和层次丰富耐看的特点。好啦，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按赞关注，下次再见啦。